好吧，我是 Tim。距离上一次分享影视飓风的工作流已经过去了1年多，快2年的时间了。那这1年多时间里面，我们总共产出了超过200个内容，同时也在不断的进行内容和技术上的探索。那比如像去到这种世界上各种地方的深度体验内容，还有这种超长时间的直播项目，那这些都给我们现有的工作流带来了不少的挑战。那还有一件事情也很难忽视，那就是 AI 的发展。比如像这样的画面，以前真的要花很多时间拍摄，但是现在的话，你以为我要说一下就能生成，也不是，只需要花500个20秒不停的抽卡，抽这个视频就能做到这样的画面了。那还有各种大模型会编程会调研，总之听起来 AI 现在就是无所不能的，你不用它就会分分钟被淘汰。那事实真的是这样吗？我们公司在这方面做了深度的探索，所以这一次我们想借这个机会和你讲一讲，从2024年到2026年，特别是结合了 AI 以后，我们影视飓风的工作流到底做了什么迭代。那首先，我们先来看看选题这个环节。2年前，我们已经明确了一件事情，就是做节目核心的出发点必须是标题和封面。只有确定这2个以后，你的视频才会有真的人类点进来看。这是我们现在也在保持的一个规律。那这之前一直是编导的职责来想点子，我们会定期安排选题会，编导可以在有想做的选题以后，像这样提交一个对应的封面和标题组合。但你会发现，其实想出一个好的标题，真的不是编导的专业技能，任何人都有可能想到好的点子。所以我们在公司里面创建了这样一个点子群，不管是哪个岗位的伙伴，你只要写出一个简单的标题，或者加一张图片，大家有兴趣，这也许就会成为节目的一个选题。这样的改变其实看下来影响还是比较明显的，比如说我们频道的留存率，还有综合的浏览量都爬升了不少。那除了这些靠我们人脑来思考的人工行为，这2年有了 AI 模型迭代以后，我们发现 AI 助手虽然说你让它做一些具象化的工作它是有问题的，但是它特别擅长搜罗各种信息，所以我们在这个点子群里面用飞书的 OpenClaw 部署了这样一个机器人，当你提出一个选题之后，它会帮你快速搜集到针对性的信息，然后回复给你，或者生成一个封面，这样让群里的人也能看到它的附加内容来互相启发。那它也会主动搜索全网有趣的内容，会有一点像是一个抽卡的逻辑。那我们没有给它规定具体的信息来源，这些选题都是由 AI 自己从网上选取的。测试下来，我们确实发现了一些还挺有意思的点子，或许未来可以把它给拍出来。那确定完了选题，我们再来看看策划方面变了什么。通常情况之下，我们是策划一期节目，编导完成前期调研、撰稿、列分镜等等的工作，最后才能拿着这一份脚本来开始执行。但是你会发现，传统的行业里面，脚本永远都是文字或者图片的形式，所以前期要花巨量的时间来沟通，在脑子里面渲染一颗镜头要怎么拍、怎么做特效，很容易产生白费功夫的情况。但是现在，我们借助了一定的 AI 这种新的制作模式，真的改变了很多东西。比如说我们以前的制作流程是文字到图像，再到拍摄变成视频，再来剪辑。那现在在我们公司创意的流程变成了这样，我们从文字由 AI 先直接变成视频，再来进行拍摄，再变成视频，再来剪辑。那简单来说，就是在前期策划阶段，我们先用 AI 生成了一条参考视频，然后再围绕它来落地执行出一个真正可以看的人类喜欢的视频。那甚至还可以像这样，在不知道怎么安排分镜的时候，先生成几个版本的画面来试一试，最后选出一个好的方案，这很直观。那我们比较坚持的一点就是，这些 AI 是发生在前期策划的阶段，后期还是人来做。你会发现对比最后的成片，这个参考还是差异挺大的。但是 AI 在目前我们公司起到的是一个牵引的作用，所有人在拿到这个视频之后，大致能清楚我到底该做什么，消除了很多信息差，还有沟通的成本。那也许讲到这里你会说，哎呀 Tim， 你这讲的这种 AI 功能都太飘着了，有没有实际我也能立刻用上的东西？那么好，现在由我们来向你呈现一个我们和飞书一拍即合做出来的一个东西，提词器。目前市面上有各种各样的提词器，有的乱收费，有的很多广告，所以有没有可能我和飞书做一个免费并且好用，有主动式 AI 语音识别帮你翻页的提词器呢？所以你看一下，这是我们目前用飞书妙搭做出来的一套体系，只要你把你的东西输入进去，点一下提词器模式，它就可以极其精准的跟着你的语速来进行对应的翻页。那这里我们有各种博主的参考语速，你可以按照他们的语速来给你自己做一个牵引，来帮助你更好的表达。而且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提词器是完全免费的，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只要在飞书搜妙搭就可以来获取这个提词器。
我觉得我们花了一些心思和飞书把它做出来，值得分享给大家，希望你喜欢。那么好，现在讲完了我们前期的各种东西，我们差不多该进入我们的拍摄环节了。那因为现在有了各种 AI 生成的可视化牵引，所以拍摄环节整个节奏比以前快了很多。但是真正你要说制作的流程，我觉得没有太多可以讲的，因为说到底还是架机位、布好灯光，然后按下录制键开拍，我们的背景也都是真的，就是一个实景。这2年没有太多的变化。那如果你真的要说变化比较大的，可能是我们的设备管理，因为公司人多了以后，项目增加了不少。你应该注意到了，我们现在基本上可以算是日更博主了。那为了满足这么多的项目和拍摄需求，我们现在采购了非常多的设备。那统计下来，光是相机和镜头现在就有这么多。那为了有序管理这些设备，我们采用了一个自动出入库的逻辑，这有点像你家楼下快递驿站，每个设备都有个专属的2维码，用扫码枪扫一下就可以出库。那如果你对设备感兴趣的话，我们也统计了一下各种设备的使用数据，不知道对你有没有意义？你会发现，我们影视飓风目前用的最多的设备是这种1到2万的这种微单机型，反倒是几十万的高端设备已经基本上都躺在柜子里面吃灰了。因为像这些大设备，比如 Alexa 35 Extreme， 比如 Red 摄影机，你想让它转起来就得加上一大堆的配件，从这样变成了这样，就重了非常多。那重是我们大家目前最大的痛点。那我本来以为买回来马上就可以回本，但现在看起来吧，应该是不太可能。但是也有一些东西让我有点意外，一开始觉得很小众，不可能有回报率，但是最终发现还不错。比如这一堆专业相机防水壳，这些防水壳都是我们为了适配各种水下拍摄需求来采购的。那坦白说它是不便宜的，但是确实我们用它拍到了很多难得的画面，也有很多商单，很多甲方愿意为它买单。因为这些高画质的素材本身很少见，而且它的现实意义也是 AI 生成画面没法替代的。比如说大白鲨的影像，这个是 AI 生成的，这个是真人拍的，这个差别就很明显，它不是一个故事，而你见到大白鲨，它是一整个完整的东西，所以目前 AI 没法替代这些东西。那如果你真的要说影视飓风在设备上创新了什么的话，可能就是我们现在开发了一个水下的录音系统，你可以听一下。我现在有点紧张，它来了，就接到我头上，这么大，就没有想的要大。这个鲨鱼，我以为它很小的，我的乖乖。我在水下紧张的发抖的声音，再加上近在咫尺的大白鲨的画面，这种还是挺有氛围感的。那这个水下录音方案我们也整理了一个给你，其实就是一个大疆的 Mac 3，我们 3D 打印了一个小配件，把它装在了潜水全面罩里面，然后像这样套在头上，就可以在水下自由的表达了。实现起来很简单，但是行业里好像很少有人这么做，所以如果你有水下录音的需求，希望我们整理的一些知识能够对你有些帮助。那 OK， 拍摄环节真的没有太多的改变，那我们现在来看看改变比较多的后期部分。完成了拍摄工作以后，所有的素材都会归总到我们的数据工程师这里来进行备份还有转码。那说人话就是考卡。那在2025年，我们影视飓风一共考了大概有100万 GB 的卡，也就是一个 PB。那像这是一张最常见的256 GB 的 SD 卡，换算一下的话，这些数据大概可以塞满4000张这样的存储卡，叠起来大概有8米高。但这只是打个比方，我们不可能用 SD 卡来存数据，所以我们公司目前的数据都存在这个从来没有向你展示过的这么一个地方。这是我们公司1号楼的数据中心，我们拉了一根24星的光缆，把它和我们所有的办公楼连到了一起，这样就实现了一个双向的数据传输。数据工程师拷贝的所有数据都会通过这根光缆回到这一排存储阵列里面。剪辑也可以在软件上面流畅的回放各种素材。那目前我们这个机柜里面一共有1000 TB 的固态硬盘，还有320块12 TB 的磁带，加起来有将近4000 TB 的存储空间。那需要注意的就是，虽然这种磁带性价比真的很高，我们可以看一下现在磁带和固态硬盘的价格，甚至机械硬盘价格也要比磁带贵太多了。但是本质上，磁带和我们小时候用来听歌的磁带是没有区别的。你要找到一段素材，只能等它自己转到那个地方才能读出来。所以读取速度会比固态硬盘慢很多，而且没办法随机读写，所以只能顺序的拷东西。那目前正在尝试做一些优化，就是假如我们真的需要临时用磁带里的素材，它可以自动找到这段数据，再把它拷贝到我们的固态硬盘里面。这样的话，剪辑操作的时候它是没有感觉的，只要点一下，等一会
就可以随意播放了。那关于这个数据中心，我们媒体技术部还做了一些未来的规划，也留好了线槽，打算在这里再部署一些本地算力，用来训练我们自己的 AI 模型，给我们的后期部门来使用。那说到后期，我觉得这是我们公司这2年受到 AI 冲击最大的一个环节了。那为了不被这阵 AI 海啸冲走，我们也在不断的学习，并且探索出来了一些 AI 后期的工作流，也可以分享给你。我们目前把我们的工作流分为2类，就是 AI 主导，还有 AI 辅助。AI 主导工作流目前其实只有我们的短片组在用，别的部门目前都不允许来使用做 AI 主导。但是短片，我觉得确实是一个 AI 值得试点的地方。他们除了拍摄常规的故事短片，一直在尝试创作 AI 短片，也参加了 AI 电影节，已经积累了比较多的经验。那像这些画面都是他们使用 AI 生成的。那如果你对 AI 创作视频感兴趣的话，我们在准备一个专注于图像视频领域的 AI 课程，会在今年晚一些时候上线。这是我们踩了不少坑总结出来的，我觉得干货还挺多的，可以关注一下。那大部分频道的内容，也就是目前你看到的内容，我们还在坚持手工古法打造，这个 AI 工具只在工作流里面给我们一些辅助。那我们来看一下，比如这个是我们自己训练的语音模型，用来生成我的声音，你可以听一听，对比一下。好，各位好，现在你听到的是我真人用麦克风录制出来的声音。好，各位好，你现在听到的是我的 AI 语音模型生成出来的声音。我觉得还挺像的，对吧？那这时候有朋友会说了，哎呀 Tim， 你这个模型搞得这么好，是不是自己以后都不用录了？那我可以向你保证，这些生成出来的声音只是给我们内部做节奏参考用的，剪辑可以在这个基础上整理节目框架，甲方也可以用这个版本来审片核对需求，在确定完稿子以后，我们再开始录音。不然有的时候一期节目可能要补录10几次，对于我自己的嗓子和精力消耗都非常大。但是即便目前 AI 声音真的已经做得以假乱真，但是我们还是更希望用一些比较好的麦克风，它的音质至少在今天还是有绝对的优势的。那视频生成方面，我们对它的应用会更激进一些。现在我们正在把它作为拍摄和特效的一个补充方案来使用。那比如说这个关于同事的梦境内容，像这些画面以前可能确实能靠特效师来做，但是要渲染很久很久，会消耗人好几个礼拜的时间，所以做一个完整的节目可行性不高。但是现在有了视频生成模型以后，我们就可以在这样一个专门开发的网页上，把整个 AI 视频生成的流程都给整合进去。那这些关于梦境的画面都是靠这套 AI 辅助工作流做出来的，以前这个视频可能真的做不出来，现在变了可能了。那除了用 AI 来生成视频，其实在特效方面我觉得它更有用。它不生成，但是它能够极大的辅助我们特效工作。比如说抠绿幕，只要你做过这个工作，肯定知道我在说什么，这超级折磨人。但在1个多月以前，一个我的偶像团队 Corridor Digital， 他们推出了一个叫做 Corridor Key 的免费的 AI 开源抠像软件，你只要像这样按一键，它就能把整一个画面给抠出来，不管是头发，不管是透明的东西，还是别的什么场景，全部能一键抠，超级离谱。所以如果现在你遇到抠像的难题的话，非常推荐试一试这个工作流。那看到这里，你肯定也会有个问题，那既然现在 AI 生成这么厉害，那你为什么还要抠像？为什么不连带着我自己一起来生成呢？那首先第一是我觉得观众也会希望我就是我，对吧？坐在这里的这个我是一个活生生的人。然后就其实我们也尝试过一些东西，这个结果你会发现我们观众太理解我长什么样了。无论如何都会看出一些破绽，反正目前没办法拿我做一些严肃的内容，毕竟我们的内容也是要真正触达到你的，你也是真人。那如果你不喜欢，那我们做的所有努力都没有意义。所以总的来说，这就是我们目前 AI 和传统后期工作流结合的一个状态。你说可能像行业里面说的，哎呀 AI 把影视飓风冲烂了，这个事情发生了吗？好像还没有到。我真的感觉 C 蛋是在一个临门一脚的状态，但是还没有把这个门的壁垒给踹开。但是确确实实 AI 已经在慢慢的改变我们很多的流程还有我们的想法。那就像我前面说的，我们公司努力制作的是让真人喜欢的东西，所以获得真人的反馈并且及时复盘对我们来说特别重要。那现在这个工作主要是由我们的运营团队负责的。那在这之上，我们还对之前的数据分析方案也进行了一个迭代。在公司里面，我们设置了一个叫做数据中台的岗位，专门收集节目上线以后的反馈，把它转化为可视化的形式。那比如这个飞书仪表盘，我们可以在上面很直观的看到播放量还有涨粉数的变化，并且数据都是动态更新的，为我们评价内容的影响力提供了一个非常可量化的依据。那以前想要整理成这样一张合适的仪表盘真的很花时间，但现在的话，真的只要说一句想分析什么，多维表格就会基于现有的数据来直接帮我生成一个合适的仪表盘。那 AI 甚至还能直接使用一些更专业的数据分析工具来提高它的信息密度。
那除了这些基本的节目数据，我们也在研究更深一点的东西，比如说节目里面到底含有我和没有我会对数据有什么影响，尤其是开头。那最终我们数据分析同事就做了这么一个叫做含潘量的指标，给我看傻了。那这个指标分析了我在片头出现的时间和留存率的关系。那如果你觉得这个表格太抽象的话，那多维表格的 AI 现在还可以直接帮你分析出一个结论。那通过这个数据可以看出来，现在大家还是比较认可我的，非常感谢。但我们也在测试，看看能不能让更多的伙伴被更多人所认可，这样我可以稍微推到后面一点。谢谢你。那我觉得我们到今天必须得要承认，现在这些 AI 产品确实对我们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大家多少会有点焦虑。那我觉得要对抗这种焦虑的唯一办法就是你去试一下或者了解它，因为 AI 看起来有门槛，但其实它没有门槛。所以我们目前在公司里面建立了一个 AI 分享会的平台，大家可以在这个分享会上交流自己应用的一些成果。那比如这个饿死了吗订餐平台，就是我们同事用 AI 编程工具做的。那虽然不能和专业程序员去比，但是我们的观点就是先用起来，然后再不断的迭代和进步就好了。哦，对了，飞书最近也更新了他们这个艾丽智能伙伴，是一个非常强大的 AI 智能体，我们也用它实现了很多的功能。那比如说导演日记助手，我们目前在做更多的测试，好用的话可以之后再来和你分享。那另外，现在飞书还开放了官方的命令行工具 CLI， 让其他的 AI 智能体能够无缝融入我们现有的工作流。所以如果有兴趣的话，欢迎去试一试。所以这就是我们这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不知道你觉得我们工作流怎么样，然后有没有学到什么东西？如果你觉得有帮助的话，那当然是最好的，也欢迎给我们点赞、投币、3连转发，真的很大的帮助。那么我们下次再见。哎呀，下班了，小练一下。哎呦，我这件运动 Pro T， 运动暴汗不会粘在身上，抗菌很顶，速干很快，透气吸汗，我真的太喜欢了，带劲！